今天这支影片，我们来谈一下在命令列里头能够使用哪些指令，来看看系统的资讯，像是知道有哪些使用者正在登录，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的磁碟机的资源。那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 W 跟 WHO 这两个指令，这两个指令可以帮你来看现在系统中有哪一些使用者。两个指令其实功能差不多，但是列出的资讯有详细比较不详细的差异性，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这边都会列出哪些使用者以及在哪个终端机上面登录。W 的话可以列出更为详细的资讯，包含它 login 时间、idle 多久，然后使用的一些 GPU。这边还列出了现在系统的一些 uptime 的资讯。这个资讯你可以单独用 uptime 来取得，也就是说这个系统我们现在用的系统在什么时候开机多久，然后它的load average 有多少？如果你现在这个系统是你把它当做个人的机器在使用，也许这个指令对你的用处不大，因为你不需要看到系统中有谁。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多人的系统之间，这些 W 跟 WHO 的功能相当好用。那即使是你只有一个人使用，也许你用不同的使用者身份跑不同的程式，那这时候呢，这个指令也会有帮助。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是谁的话，你可以用 Who am I 来看看自己的 ID 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想看一下我们的系统中哪些程式在跑。最简单的指令是 top， 你按下 top 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它正在列出来的一些程式，它会依照一些方式去排序。它有很多功能键可以使用，我最常使用的就是然后看看 CPU使用的比例有多少。这些指令你可以用问号，按下问号这个键，用这边来查，然后把它记住。通常我自己会使用的大概就只有而已，但是它的功能其实是非常完整的。现在大家可能更常使用的是 HTOP， 因为它显示的第一个你可以马上看到它有彩色，更加美观。在上面的包含 CPU 的使用量、记忆体的使用量，或者是你的 swap 的，就是记忆体置换档的使用量，这些都会有一些类似图形的方法来显示，有一个条状图的方式来显示。而且它也支援滑鼠，所以我可以按 memory 可以知道它这边是依照 memory 的排序，这边用 CPU 来排序，来知道各个不同的程序它跑的占用的资源。下面有一些很方便的快速的一些功能列在下面，你可以不用去查指令就可以使用了。好像是我这边可以改成列表的方式，就像原本 top 的样子，但是也可以改成像是 tree 的样子来用。不过要注意的是，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 VS Code 会把一些功能键吃掉，所以如果我这边直接按 F1、F2 还有 F5， 它其实会被 VS Code 的其他功能拦截，不会传到终端机。不过好在的就是我这边还是可以直接用滑鼠去按它，它就可以做一些更动了，包含刚才下面的 Enter 或 Escape 都可以用滑鼠去点它，所以还算是蛮方便的。如果你不想去记忆太多东西，你只是偶尔想要看一下，这时候这个东西是非常方便。它包含像是 Kill， 你可以把一些程序把它 Kill 掉，这些功能是非常好的，非常方便的。那我们等一下会稍微介绍一下 Kill， 因为它 Kill 原则上来说 Kill 是传一些 signal 到程式里头的，但是我们常常会用它来终止一些程式或者一些 process 的执行。如果你不想进入那种互动界面，想要看哪些程式在跑，最基础的指令是 PS， 可以看到正在跑的 process。如果你不加任何指令，你这样跑下去，看起来好像列出的程式有点少，这是因为它只会列出你现在这个终端机，你这个使用者在跑的东西。那通常我会加上 PSAUX 来看更复杂的资讯以及更多的所有人在跑的程式。如果觉得太长的话，我们可以加上 less， 稍微简单的浏览一下，这也是可以的。PS 有很多功能，有不同方法显示，包含显示不同的 thread。其中一个可以参考的地方是用 main PS， 你可以看到它列出了一些细节，包含这边有说的就是 UX 和 AUX 在 PS 这边它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另外一个可以参考的是它的 example， 大部分人会用的方式都在这个 example 里。比方说了，我想要列出它的 process 的 tree， 我可以依照这边的 AXJF 或者是 EJH， 你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有一些树状的东西跑出来了。另外一个可以用的是 PS tree， 同样的它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参数可以用，会列出不一样的样子。PS
AT。这个的好处是你可以看到，比方说像我们常在训练的时候，会跑出很多 thread 或者是 fork 出来很多 subprocess，因为你在训练的时候会需要平行处理，有时候会建立 thread， 有时候会建立一些 subprocess， 利用 PS tree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去追踪有哪一些 subprocess 被列出来，因为 PS tree 其实可以接后面可以接 PID， 比方说我们先用 PS 看一下了。比方说我现在的 Bash 它的 PID 是1098，我这边就可以列出我从 Bash 下面延伸出来的一些 subprocess， 包含我现在只有执行一个 PS tree 嘛。比方说我现在又执行了一个 SH， 我不要让它显示出来东西，但是我可以用 PS tree 来看它，我现在执行了2个东西。我在 A 点 SH 以后呼叫了 sleep， 那因为其他的东西跑得非常快， sleep 是 sleep 1秒，所以你可以通常看到它去呼叫下一个程序，非常的能够清楚看到所有的东西。你也可以用 AT 去看到更细节的一些资讯。我把它叫出来。我们在之前的影片有说过，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jobs 如果要停下来的话，我可以把它叫出来，然后停止，好像是 FG， 然后我再把它 Ctrl+C 掉。可是一般来说，我们要 kill 一个程序的时候，我们就是中断一个程序，我们可以用 kill 这个指令来做。比方说好了，我现在先跑一下 tmax 以后我们可能会再说明一下，因为我现在可以把它切成两个床，这样可能会更清楚一点点。比方说我现在 A 点 SH 正在跑，我把它叫 Alice 好了，然后我回去上面这个地方，我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有哪一些程序正在跑。那我可以找到它的 ID 是在36476这个地方。这时候我只要36476，我前面跑的这个程式 A 点 SH 它就会终止了。好，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方式来做这件事情的。当然这样子看起来有点点慢，因为你还要先去找它的 PID 再去 kill 它。你可以用刚才的 top 或 htop 去选这个 A 点 SH 的这个 process， 直接把它砍掉也可以。那另外一种做法是这样子的，有一个东西叫做 PS grep pgrep 那叫 pgrep 去找出它的 ID A 点 SH， 所以你可以找到它的 PID 37340。这时候只要再配合这个 backtick 把它包住，所以等于是把那个37340的传回值当做是 kill 的参数，这时候就可以很精准的把它 kill 掉了。kill 其实是传一个 signal 了，那所以我们如果打 kill -l 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些标准的一些 signal 就是讯号的意思。它是在 Unix 系统下面的一种 IPC， 算是 interprocess 的 communication 的方式，能够将一些讯号从一个程式传到另外一个程式以后，所以它本质上是讯号传递的作用。但是很多讯号它本身就会有一些特别的用途，比方说 HUP 就是挂断嘛， INT 中断 interrupt， 然后还有 quick SIG EO 就是真的把它杀掉。那这些 trap 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指令，这些 signal 很多都有它特别的意义。那如果你不加参数的话，应该是 sig turn 就是15这个，但是有一些程式这个时候会无效，如果它这个程式没有回应的时候，那9也就是 sig kill 这个东西是比较强的，它是真的无论如何就会强制把它关闭。那其他的像是 user one 那些东西就会有一些你可以自己定义它的一些用途，只不过很多的 signal 它的意义是被公用甚至是被强制的，所以你几乎所有的程式你都可以用 sig kill 去把它 kill 掉，强制把它中断。但是这个当然第一点就是这是一个偏向最后手段的东西，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个最后手段有的时候还是会没效。当这个手段也没效的时候，通常代表你的系统问题就比较大了。好，那我们来试试看不同的 signal 来跑跑看。那我们先回到下面去让它跑下面这个 Alice。 我可以用刚才这件事情，但是我 dash 9让它可以比较强制的中断，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变成 killed，这边还没有设数，我就直接还是用键盘控制。好，但是如果我现在用正常的去 kill 就是完全没有东西，或者我直接说第15个，你可以看到这边是 terminated。 好，我们再跑一下，那我也可以用比方说其他的 sig 1， 然后会 hang。 好，所以有一些不同的 signal 可以让它做不同的事情。好，那
最后一个我要讲跟 kill 有关的东西是 QO， 我们一样先跑一下，这个是简单的程式。当然我们刚才有介绍一个像是 pgrep 这种方式，但是有另外一个你在很多系统都会看到叫 QO， 也就是我可以直接用 QO a 点 sh， 它也一样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这样它就会找到所有的 a 点 sh 正在跑的 a 点 sh 全部砍掉它。所以如果你 QO Python， 那所有正在用 Python 跑的东西都会被 kill 掉。